嗨，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聊的东西，说真的，绝对会让整个金融圈大地震。这是一场针对百年联准会的体制性大手术。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哦，时间来到2026年6月，新任联准会主席凯文·沃西走马上任。你以为他会先安抚市场吗？错了，他连招呼都没打，直接抛出一颗震撼弹。他亲手撕毁了过去这10年来华尔街最依赖的前瞻指引，直接启动一场从第一性原理出发的全面大改造。这可不是换个主席这么简单而已，这简直是硬生生把联准会从象牙塔拖进21世纪的真实世界。这对你我的荷包到底有什么影响？准备好咯，我们马上开始。好，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我们得先弄懂现在市场最痛的点到底在哪里。你想想看，过去这几十年，只要市场一出现恐慌，大家是不是都习惯性的盯着联准会，等着他们给答案，或者等着他们说好啦，我们要降息了。但现在，各位，这个最大的安全网被无情的撤掉了。当联准会不再预先给你标准答案，不再提前剧透政策走向的时候，那些习惯被喂答案的华尔街资金，现在真的是陷入了极大的认知失调。以前那些靠猜洋行新诗来炒股的人，现在就像是在半夜没有开大灯，连导航都没有的情况下开车，超级没有安全感，对吧？这就是我们即将面对的真实战场。接着进入第一部分，保姆式联准会的终结。这真的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正式落幕。简单来说，联准会对待市场的方式正在从过去那种牵手过马路的保姆式照顾，变成非常严厉的斯巴达式教育。在鲍尔主导的旧时代，我们早就习惯了那种高度的政策确定性，但现在切换到沃什时代，抱歉，游戏规则完全改写了。它带来的是什么？是基于第一性原理的决策，刻意保持的模糊建设性，还有常态化的高波动。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市场正式被要求断奶了。那种免费资金随便借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必须根据真实数据进行突发性调整的残酷现实。你可能会问，务许干嘛要这样搞？这句话完美诠释了这位新主席的核心哲学。市场花太多时间猜测联准会的心思，却太少时间关注实体经济。这个不是随便发发牢骚哦，这是他推动整场改革的最根本动机。他觉得，如果企业跟投资人整天只会盯着联准会主席的嘴型，而不是专注在怎么提升生产力、怎么帮企业赚真实的获利，那这个国家的经济底子绝对是虚的。所以他铁了心要终结这种荒谬的政策猜谜游戏。那么继续往下看，这会怎么发展？来到第二部分，联准会5大改革工作小组。为了把这个强硬的新哲学付诸实行，沃学直接成立了5个独立的专案工作小组。你知道成员有谁吗？全都是外部顶尖学者、矽谷的创投大佬，甚至还有前沃尔玛执行长这种企业级别的领袖。他们被下达了死命令，必须在2026年底前交出报告，把联准会彻底翻修一遍。这5个面向分别是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经济数据品质、生产力与就业，以及通膨框架。各位，这绝对不是纸上谈兵，这等于是把美国央行的大脑直接换上5条全新的神经回路啊！我们先看第一小组，他们负责的是货币政策沟通。他们最大的任务就是亲手埋葬所谓的前瞻指引，并且评估那个大家都爱看的点阵图到底还要不要留。未来的联准会在沟通上将会全面回归模糊建设性，这意思就是说，联准会以后再也不会给你未来几个月的具体利率暗示了。为什么要这么狠？因为他们不想再被华尔街的预期给绑架了。当市场的预期没办法再逼迫联准会就范的时候，华尔街就只能摸摸鼻子，学会自己站起来走路了。接着，第二小组的重点是资产负债表。回想一下过去10年，是不是只要股市一跌，联准会就像超人一样跳出来买债券撑盘？但这个小组的终极目标就是要终结这种过度干预的依赖。未来的常态将会是量化紧缩，也就是 QT 的持续化。联准会将会大幅减少对长天期债券市场的主动干预，重新做回他们最后贷款人的本分就好。这传递了一个再明确不过的讯号，要把资产真正的定价权还给自由市场。再来是第3小组，这一点我觉得超级精彩。他们要改革的是经济数据品质。
大家要知道，我们平常看的传统 CPI 或是非农就业数据，其实都非常滞后。等我们看到数字的时候，真实的经济状况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就是为什么沃旭要特地找来前沃尔玛执行长的原因。未来的决策将会大量采用民间企业的即时大数据，比如说一般消费者的信用卡刷卡趋势啦，即时的库存转换率等等，这样才能大幅缩短政策反应的时间差，让联准会真正做到与时俱进。紧接着，我们来到这场改革里面最具颠覆性的第3部分 ，AI 成为货币政策核心。现在这个转折最有趣的地方在于，联准会居然把 AI 拉高到了总体经济核心变数的等级。我们要怎么重新定义所谓的经济扩张上限呢？传统经济学告诉我们，这代表一个经济体在不引发通膨的情况下能达到的最高成长率极限。可是 AI 带来了超级强大的通缩效应啊！它不仅大幅降低了劳动成本，还把生产效率拉到最满。这就逼得联准会必须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经济成长是由 AI 的高效率推动的，那我们是不是其实可以容忍更高、更快的成长上限？拿旧的宏观模型来看，以前只要 GDP 冲得太快，联准会的膝跳反射动作就是立刻升息，因为他们超跨通膨飙车。但是在全新的 AI 模型框架底下，如果今天的高成长真的是来自科技带动的实质生产力提升，而不是靠印钞票或借一堆便宜的钱叠出来的，那么联准会将会容忍，甚至是非常乐见这种高速成长，而不会急着用升息来泼冷水。我跟你说，这对整个科技产业来说，绝对是一个彻头彻尾全新的估值逻辑。至于最后一个工作小组，他们负责重塑通膨框架，这代表什么呢？联准会将彻底放弃过去那种只会死盯着失业率的旧预测模型，像是大家在教科书上常看到的菲利普曲线，以后不流行了。未来的通膨预测会更看重全球供应链的重组状态，还有全球能源转型的进度，这种属于结构性供给侧的变革。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更想知道东西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成本卡在哪里，而不是单纯只看这个月有几个人没工作。来到最后的第4部分，投资人的3大生存法则。现在问题来了，当央行再也不会跳出来当市场的救世主，你要怎么调整手上的投资组合呢？所以最关键的一点是，你必须彻底改变以前那些旧的交易习惯。我们为你统整了一套能在新时代活下来的实战蓝图。法则1，将你的投资定锚于 AI 生产力。法则2，专注交易实质获利。法则3，为极端的数据发布率波动做好准备。只要掌握这3点，你绝对能在新的宏观环境里抓到超棒的获利机会。来，我们一个一个拆解。先看第1点，把握 AI 生产力与硬核现金流。既然我们都已经知道，联准会把 AI 当作是现代经济史上最重要，而且自带通缩神力的超级变革，那你的资金当然要跟着这个大方向走啊。投资人必须把眼光跟资金集中在那些真正懂得利用 AI 来挖深护城河，大幅提升获利能力，而且手上还握有硬核现金流的科技与基础设施龙头。在未来的市场里，这些公司绝对会是最坚固的避风港。接着是法则2，说真的，这可能是大家最难克服的人性弱点。你必须强迫自己从猜测政策转向交易实质获利。以前市场一跌，大家就喜欢在左侧疯狂抄底，赌联准会什么时候受不了要降息90。听好，现在请把这种投机心态直接丢进垃圾桶。既然政策没有剧本，资产定价就会100%回归经济的基本面，请绝对要避开那些以前只靠着极低利率跟超高杠杆才勉强活下来的僵尸企业。现在你只能专注寻找那些真正具备定价权跟实质获利能力的好公司。法则3，这攸关你的心理素质跟部位观力，也就是如何应对极端的市场波动。以前联准会官员总是会在重要数据公布前出来讲几句话，给市场打个预防针，安抚一下情绪。但现在这层温柔的缓冲垫已经被狠狠抽掉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未来只要遇到 CPI 或是非农就业数据一开出来超乎预期，
没有人会先给你心理建设，市场会在数据发布的当天直接上演极限的超暴力的价格大震荡。面对这种将会变成常态的高频震荡，你必须替自己的资产穿上坚固的防御盔甲。记住，保留充足的流动资金，并且善用短天期债券这类的防御性资产板块。现在已经不是让你随便选的选配了，它是你在这个数据驱动、高波动时代生存下去的标配。千万不要因为一次意料之外的数据爆发，就把你的核心部位给无情的清洗出场，那真的太冤枉了。今天我们一起走过这趟旅程，深入探讨了这场把联准会硬生生拉进21世纪的体制大修。从保姆式政策的终结，一路聊到 AI 竟然成了货币政策的核心。各位，游戏规则已经被凯文·沃许彻底改写了，闭着眼睛赚免费资金的时代已经说拜拜了。最后，我想把这个最重要的问题留给荧幕前的你。既然联准会的大脑都已经成功升级到21世纪了，那么你的投资组合和交易思维跟上了吗？这绝对是一个值得你今晚好好静下来，重新检视手中每一档持股的关键时刻。感谢你收看这份图解报告，我们下次见。